先说个反直觉的事实，从中国直接把货发到土耳其，并不免关税。中土之间没有自贸协定，照样按最惠国税率征税。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企业抢着把土耳其当成通往欧洲的桥梁？这个关键前提我放到最后讲。先说代价，只把土耳其当卖货市场，你会错过它真正的价值，结构没搭对，本该省下的关税一分也省不到。先看地理，土耳其横跨欧亚，伊斯坦布尔一半在欧洲，一半在亚洲。从这里出发，几小时航程内就能触及人口以10亿计的欧洲、中东、北非和中亚市场。对中国企业来说有2层意思，土耳其本身是人口超过8000万的市场，它又是进入欧盟和周边的跳板。很多客户起初只想卖货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的机会是把它当成整个区域的运营基地。那它凭什么比别的中转地特别？关键是关税同盟。截至本文写作时，土耳其与欧盟从1995年起维持关税同盟，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在双方之间流通，大体可免关税。但注意，这个便利不是自动的，只有货物在土耳其经过实质加工，取得原产资格后再进欧盟，才有机会享受。而且它主要覆盖工业品、农产品、部分钢铁和服务不在其列。换句话说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干脆把土耳其当区域总部，把采购、组装、仓储、销售和售后集中在一个贴近多市场的节点上。相比在欧洲设点，成本和门槛通常更有弹性。落地形态一般3种：贸易分销公司负责进口销售、组装或制造实体，用本地产能完成增值对接欧盟，或控股投资平台统筹并购与合资。用哪种看你的业务重心。那靠什么把成本降下来？自由区和保税仓。截至本文写作时，土耳其设有多个自由区，在区内生产、仓储、加工的企业通常能就关税、增值税享受优惠，具体以贸易部现行规定为准。保税仓适合需要分批清关、延后缴税的企业。货物到港先入仓，按销售节奏逐步清关，既改善现金流又更灵活。自由区加保税仓的组合，尝试优化税务结构的起点。货怎么运？除了海运，还有中间走廊。它是一条经中亚、跨里海进入土耳其和欧洲的铁路与海铁联运通道。近年班次和运力都在提升，时间通常介于海运和空运之间。海运仍是主力，从中国主要港口到土耳其常见约3到5周，随航线季节波动。关键是别只找一家便宜货代，而要把海运、铁路联运和空运按货值和时效组合用。落地第一步是设本地实体，多数企业先注册一家土耳其有限责任公司，取得税号，开银行账户，完成首年合规申报，之后才能以自己名义进口，开 Fatura 发票，抵扣增值税，雇本地员工。派中国骨干过去，还要办工作许可和居留。土耳其工作许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审批，通常跟配额、注册资本和本地雇员比例挂钩。提前规划，能少走弯路。别忘了先把税算清。截至本文写作时，土耳其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约为 25%， 标准增值税率约为 20%， 部分商品和自由区适用较低税率，具体以土耳其税务总局现行规定为准。除了税率，还要关注跨境结算、外汇监管、转让定价和原产地认定。这些规则会随政策调整，仅供参考。把税务结构在设立之初就设计好，通常比事后补救更省成本。现在回到开头的悬念，为什么直发土耳其省不到欧盟关税？因为关税同盟看的是原产地，不是货从哪来。货必须在土耳其做到足够的本地增值，取得原产资格，才谈得上借到欧盟。这一步没做到，就是最常见的坑。
再提醒一句，原产地规则有具体的增值比例，建议就你的产品逐案核对。没有哪家机构能替你保证审批或认定结果，务必以官方最新规定为准。如果这期帮你理清了思路，关注我，少走弯路，主页还有更多土耳其落地干货。正考虑把土耳其纳入亚欧布局的，评论区留个1，我会整理更细的选址和结构思路。我们是中土华信集团伊斯坦布尔的全中文团队，从进入方式、公司设立到税务合规端到端陪同，并在每个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汇报进展，让土耳其这座桥真正为你的企业所用。